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二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，尊享复试不熄灯等更多精彩衍生。好啦，又聊完了这个话题，又聊完了吗？自己说完就结束了是吧？来瑶瑶说说，我见过最会走流程的人。就是又开心又难过的时候最想说什么。好难啊！你俩今天发生啥了？我俩没有发生，就是哥哥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哥哥也就没见过这场面。去那种人家的常驻节目不行，又要挣这个钱，去的就特孤独。比如说成功啊、拿奖啊什么那种时候，其实很孤独。你拿那些奖，我们这些人太难拿了。是高处不胜寒了，何老师。孤独求败。我觉得呀，因为咱们这里面有很多人，就大家认识时间都比较久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友情。哇，你好丝滑呀，你的那个主题的切入。就假如说你和一个人在刚认识的时候相处中，他做了什么会让你觉得哇，你想跟这个人做朋友？我先回答吧，给大家打一个样。可以。他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站在那里。你这算打样吗？你这是打了一个反样。他站在那儿，你就能跟他做朋友？开玩笑，就是，就是大家肯定就是说在，因为圈子很小嘛，那大家就是和这个人见面之前，其实你也会听到他的一些什么暖心事迹，然后可能就是会想跟他做朋友，就像是何老师。哎呦，就你对他会有一个提前的印象判断，对吧？见那个人之前。会有啊，那我之前刚认雪晴的时候，他们都跟我说她是什么那个什么才女，说不一定会喜欢我，也许不爱看我。妈呀，这是，然后他坚定的觉得我不喜欢他，那你就不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。我后来觉得你确定了，应该是爱上我了。我以为你说确定不喜欢你。没有，我们俩认识到第2年，他觉得我们俩才认识，稍微熟络一点，对是不是？那你觉得第一次见到浩明，你觉得他能跟你成为朋友吗？犹豫了。我不想说假话。我觉得很难。为啥呀？你俩今天发生啥了？没有，我俩没有发生，没有就是发生任何。没有，我是替他在回答的。没有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没有机会非常深度了解彼此。感觉像你们可以聊聊1对1，写你们俩。待会儿就你们俩10分钟。我们是可以看的吗？我们可以听，你不能看。哇，太好了。但是我怕给人家，你大还是我大？他大。我肯定我大。哥哥是吧？我怕给人家哥哥都聊不好意思了。别在那块愚弄哥哥，坏点子多。哥哥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对，你们好好聊啊。哥哥也就没见过这场面。你刚才问出哥哥大还是你大的时候，他哥哥就很开心了，你就是对。会说话。确实。好啦，那又聊完了这个话题。又聊完了吗？好寸。他聊完了，反正。你打完样自己说完就结束了是吧？来瑶瑶说说。太可爱了他。来瑶瑶说说。打完样自己讲完，好，下一个话题。我见过最会走流程的人。哎，谁想说？何老师先说吧。哦。我特别简单，什么样的人我就觉得我可以跟他做朋友呢？就是他录完节目不走，对，他去找我玩，我就可以跟他做朋友。没有，我就觉得这样的话，就是其实就像你说的，就有机会聊一聊，相处一下，然后就会成为朋友。然后我很少会特别的排斥某一个人，很少。这么多年来，确定我不想跟他来往的，可能不超过4个。哦，真的。我感觉如果跟你都相处不来的话，这人跟谁都有点难相处了。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是因为跟我，他可能是因为跟我在乎的人，就是不相处不了。你站对了。我肯定要站队。如果他们真的很不好的时候，我如果选择这个，我就没有办法去活这个戏。没错，朋友就是这样。而且我听了这件事件时，我是觉得我朋友有理的话，那我肯定会站在我朋友这边。
我觉得朋友要这样。就在盯着曾舜晞。我没说。所以你就不站队了吧？他一直盯着你。你一定是在跟这面墙说吧？应该是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何老师说的很对啊，因为我都会这样。瑶瑶说2句。阎王点卯。是不是？其实剧宣的时候，也有大家聚在一起，然后因为我曾经碰到过，就是有剧组是大家在拍戏的过程中没有在一起吃饭，是因为大家可能开工的时间也不一样，然后又很辛苦，而且可能不见得有空说大家一起吃饭，有可能来宿舍这样是聚餐，有可能对于有的剧组来说是大家第一次。绝对是第一次。我们也只吃过很简单的一顿饭，在帐篷里面，就只短短10分钟。这是我们算是第2顿饭。对呀，所以会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，好像拍戏的时候会成为很好的同事，但如果要成为朋友，确实还是需要联络一下，聊聊天。对。其实拍完戏再相聚，肯定是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，对。因为有共同的荣誉感，有共同的一个作品嘛，但是其实又能够比拍戏的时候松弛一点，没有那么累，没有那么。对。感觉好像拍完戏回来之后，相处的时候接触到的是自己会更多一点，就是本人而不是角色更多，不是在一个很紧张的工作状态。像你们其实像这个晴天是，因为他们第1阶段的时候是长达半年多，还是对半年多吧，7、8个月，7、8个月的，就是朝夕相处的这种情感又不一样。对，我们就是已经到彼此讨厌的那个，对，就是可以直接讲彼此讨厌了，就是因为真的很好。但是我觉得也很神奇，就是如果这几个人里面有一个性格是跟他不合的，就会很不舒服。但很妙的是，就是这10个男孩都是那种能吃苦，然后也不作的，然后就是对，是还挺怪的，就是因为概率很小，其实对这样一下，而且又很 real。我们群里每天聊天都是99加那种，明白，就是大家有什么就直接在群里说，团魂在燃烧，对，就挺简单的变，没以前想那么多。是。你来说说。曾舜晞了哈，终于到曾舜晞，说。我说什么？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的问题是，就是说什么样的人，就是他，就是可能有什么样的举动，让你就觉得挺想跟他做朋友的。朋友分很多种啊，普通朋友随便大家说吃饭吗？吃，那聊会儿。我们就说最好的朋友那种。最好的朋友那只有你了，还能有谁啊？是吗？这答案够了吗？那只有你了，还能有谁啊？怎么办？今天1对1，我又想看子毅跟睡熙，又看子毅跟浩明。1对200，要不对。3人夜聊，好好聊聊。那我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好的，太好了。这个就是一个匿名大提问，就是 to 就是写你想问的人，然后我想问你问问题。要最终要承认是我问的吗？不用，不用，匿名的，永远都不会说的。好，知道了，来吧，我们发一下吧。好，雪晴，谢谢。匿名大提问，给我吧。没问题。知道。来喽，好，第一题。to 一博的说，什么样的人你会很想和他做朋友？什么样的人我会很想和他做朋友？我觉得是那种你提出什么想法，他就会开团秒跟的那种，情绪价值给的很高的那种。你会就比如说我今天突然想拍一个有意思的东西，然后他就会支持，然后就出来说好啊，我跟你一起弄。就是这种人会，就是他又能鼓励你的那个想法的感觉，他又能帮到你，你就很想和他做朋友。对，开团秒跟。不会扫兴的人，不扫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。尤其是你是做计划的那个朋友，如果不扫兴，而且还特别捧场，对，这个餐厅选得好，太好吃了，怎么样，你会很爽。就是那种出去旅行的时候，比如我做好了规划去哪家餐厅，玩得好开心，就会有的人讲说，哎呀，这个餐厅一般。但是有的人就会，不管你定什么，他只要是没有提出过建议，他就都会支持你的选择，他就会捧你的场的那种。我懂，
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对对对，太重要了。重要。就不扫兴的那种感觉。呀，有个问曾舜晞的，你问的。你在开心难过的时候最想做什么？居然还带语气。开心跟难过的时候，这两个状态是吗？就是又开心又难过的时候最想做。这什么？又开心又难过，好难啊，很难有这种时刻。看病吧，去医院。你开心的时候做什么事儿？最开心的时候会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待着。等一下，是因果是因为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开心，还是因为开心所以想自己一个人待着？因为比如说做一件事很有成就感，但是那此刻我反而想自己一个人冷静待一会儿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时候就是自己突然就跳出平时那个频率的时候，我会特别的害怕。能听懂这意思吗？我听得懂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就是比如说，如果我极度高兴的时候，我很容易在人多的时候，我会做一些自己觉得会奇怪的行为，大家看不懂。诸如之类各种奇怪的东西吧，然后我就会反而想让自己一个人待。劈腿，这样压。这样压。那难过呢？难过就跟朋友分享呗。啊，最难过的时候会跟分享。就给你打电话。有的时候也打文字。对。但我感觉我俩比较难过的时候，我们俩打文字打的比较多。兔小翟，你今晚渴望发言吗？我今晚渴望。来说点。说一下你最好的朋友是谁？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在座的各位。啊！简直套到不能再套的一句话。这个问题太突然了吧？太大了。就问你一个小的吧，类似于一博那种，就是你认为朋友中的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值得深交？我觉得是那种，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慢热那种，我可能会更喜欢偏主动一点的。就比如说我们剧组里面，张云龙就是他一直在组局，对，然后他会就给我们创造一个大家一起熟悉的环境。咱们下一趴什么游戏？那个猜心俱乐部是不是？对，那个好玩。给大家说一下规则先呗。好啊。我们先会抽一个题目，然后根据题目每个人写出5个答案。第一个出卡人呢要亮出自己的一个答案卡，如果其他玩家给出的是相同的答案，那么就需要将这个卡片交给这个人。比如出个题，你最喜欢的男演员是谁？比如说我写了陈伟霆，其他有写陈伟霆交给我都是我的分儿。对，谁得一张就1分。这个游戏分数最低的人就要摸一个惩罚当场兑现。谁得一张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要判断更多人有可能会写到同样的答案。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我不想给他分儿。对，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写冷门的。对，我不想给他。看谁跟谁能冷到一起去。或者还有一种就是你跟随自己的本心写。然后，如果那个人真的跟你一样，你会很惊讶。应该是这样的，应该要真心写。虽然它叫猜心俱乐部，但是其实就是如果能够碰上同频是很爽的事情。对。先伟霆来一个。对。好，说出这道题目。什么时候你会感到孤独？孤独。行。应该是我孤独的时候吧。我会。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伟霆先出第一个，你觉得最有可能拿分的？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。一个人去旅行。啊，我有一个很像的。肯定不像，你的那么多话。肯定不像，肯定想不到。哎，我这个还算吗？我要去了一个陌生城市，没有朋友。也是，就是这个，给他。我这个是有很长时间的假期，但是朋友没有时间一起去旅行，然后最终自己去了。就这个啊。那就这个。虽然还是写的很长，但是就是这个。来，一博来一个。没有人能接梗的时候。有吗？有人吗？没有。就是你只刷到一个好笑的梗，但是你说出来了，但没有人刷到那个梗。哦，懂了。应该这个差不多。3人出去玩，2人欢聊，这个是不是差不多？不是。不一样吧？不一样。这个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处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，就没有人跟你共享信息茧房。你收着吧，拿手里了。好，来浩明。
夜寂静时。夜寂静时。夜晚。寂静时。哎，咱俩差不多啊。你要最接近的这个才算。要夜里寂静的时候。要夜里寂静的时候。我也是。哎，你这个是他的，你这个给他，你给他。我这个是早上4点起床时。哦，你不一样，你这不一样。他那个绝对是，他那个凌晨4点一定是，好有画面。你呢？你是？不是这个瞬间，你们真的不会孤独吗？下午睡一觉睡到晚上日落起来。我有，一觉睡到下午天快黑时，一天都没了。对，我就是这个，我也想改这个来着。那你没改？没改。没有，上次我们讨论了，我觉得这个很快乐。我也觉得很快乐。上次咱讨论啊，这很快乐吗？很恐怖。是觉得错过了一天吗？我是觉得，如果你睡下午觉，你只能睡1、2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。到2、3点。你那天居然很幸福的睡了一整个下午，然后起来。我不想睡那么久，我就想睡一会儿就可以了，把我一天都睡没了，起来以后就晚上了。来，给你，我的被你捞着。看到绝美的风景的时候，会觉得孤独。理解，但没写。但没写。我也没写。砸手里了。过年或者过节的时候。我想写这个来着，我没写。就是没在家的时候。孤独的点是什么？就是像演员一般过年过节都很大概率不在家里，但是这个时候家里人又会在一起聚，会给你打视频。对。然后我想回馈给你一个，因为我有一个最幸福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有时候会很孤独。哦。因为我就比如说成功啊、拿奖啊什么那种时候，其实很孤独。不是，主要你拿那些奖，我们这些人太难拿了。是因为你站在了山巅，是高处不胜寒了，何老师。孤独求败。哎呀，真孤独啊！何似在人间呢？你这。好，子毅。早上4点起床时，就早上起得很早。他们凌晨4点还没睡。对，你是4点已经起了，还不太一样。所以我很孤独啊，因为他们要舒服的睡觉了，我就受不了。没有，但是没有。来，子谦。我想找人吃饭，一个都没找到。哇，我这给你了，一个人吃宵夜，最后一张。哇，谢谢卓林。分享好吃的没人喜欢算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，感谢。一个人喝醉。哦，哎呦我。砸手里。你确实只能一个人喝醉了，别人都在聊天啊玩啊。小西呢？我要一个杀青之后的那一天。哦，会，其实和何老师那个很像。我把我这个给你吧，算不算最幸福的一天？杀青后的第一天是吗？算不算最幸福的时候？杀青？不算，就很悲喜参半的。本来说给你，给不了。你说对，不算，对。我觉得杀青是最幸福的。杀青是最给的幸福的一天。最幸福的时候成功拿奖啊！不是，完全两码事。我还有一个是有时候工作猫不在身边的。哎，他这个真的有啊？是啊，他是狗不在身边，狗不在身边，很像。伟霆呢？开长途车的时候。哦。没迷失方向吗？没有，就是开4、5个小时车的时候。你是一个人吗？一个人。我最远开过17个小时。你自己开吗？对，就是我带猫去横店。你和谁啊？猫，就你俩。就你俩。对。太厉害了。你为啥不带个人陪你啊？不是，我就会觉得很麻烦别人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交点那种闲的朋友。我好多。马上就来了那些人。我跟泽林是晚上属于10点钟想要组个宣传局，能叫12个人来。10点半全部到门口报名，提了宵夜啊、卤菜啊那种，怎么全过来了？他们都是那种进门也不会那种，哎，何老师不是那种，他们就进来了。找地儿就坐下了，开始了就。真的很幸福啊，很幸福。伟霆还有吗？没了就可以了，刚好你是起点。还有没说的就说一下，对。
他这两个太能理解了，雪晴的，去陌生的剧组客串，就去的时候，人家都是一个氛围场，你就串一天，太尴尬了。然后太孤独了，然后去那种人家的常驻节目飞行。又要挣这个钱，去的就觉得特孤独，还得出效果飞行。好，那每个人数一下，我们要数的是我自己写的，然后别人跟我一样的，加上自己写的这个，比如像我这个就是4，我的成绩都是4。我的成绩也是4。 3张。我是4。我有2分。谁的最少啊？哎呀，我0个，我赶紧抽惩罚吧。我都没有啊，我都被人家都拿走了。我这个完全没意义的局，就是这个局。我就说我不孤独，硬着头皮写几个，写不到大家点儿上。来一个，只有我一个人惩罚啊，是不是？就他了。说出9门是哪9个门？可以查1分钟手机。对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这肯定能查到啊。不，重点是你还得背出来。对。这时候打字还费劲了呢，打不明白了。 OK， 预备，开始。哎，好简单啊！上3门、平3门和下3门。上3门是哪3门呢？上3门。别闹。上3门，哇，好多啊！上3门是张启山、张大佛也9门之首，然后还有2月红，还有半截李，对吧？平3门就是贼、陈皮阿4、吴老狗和黑背老六。哦，你是平3门的。下3门就是霍仙姑、齐铁嘴和谢九爷。漂亮，还谢九爷。啊，对对对。这好大的世界观。好，那如果你想问的是北京内城9门呢，分别是正阳门。那如果想了解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这部剧了，9门。啊！还有一题，还有一题，好好玩啊！好好玩，这题特别好，我非常喜欢这题。子毅，从你开始好不好？好。对。你收牌啊？对。那我把这个拿着，还要玩这个。如果有机会，你最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？哇，这个好。什么？啊，这个比如说未来啊、寿命啊什么的这种，我不想知道寿命，好吓人啊。哪为主的？好了，写完了，来吧。来，我先开始。我想知道哪趟旅程会有危险，就把它避开。你本来就是不敢坐飞机的那种吗？不就是如果知道的话，我就哪趟飞机颠簸什么的。你这个跟双色球是一样的道理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因为双色球也是你知道结果，你就会去就是改变一些事情。你这个也是啊，但一个是抵挡危险，一个是想要获得。如果你知道哪个危险，只是你自己不做嘛，你不会做一些措施去告诉别人吗？如果要追，那我肯定要跟别人说。如果有那趟飞机有特别颠，我肯定就算了，让那些人去颠吧。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只是一个比方，比如说这条路泥石流啊或者什么的那种，对之类的，就危险都不在意啊，你们无所谓。没有没有。行吧，无所谓。来，我啦。自己在意的事儿，最后会发展成什么结果？来，给你。当我因为一件事焦虑，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答案。我总是能和你，就是我俩好几个都能这么撞上。你也有吧，邓润熙？给我。你马上给你来一个，看有没有？没有。你不可能没有，你快点给我一个。没有，我都不写这个方向的。我想知道怎么拒绝。何老师不太会拒绝的方法。拒绝。有人有类似的吗？没有。好，砸了。家人小时候的样子。哦。你没有照片吗？不是照片，就想看见他们小时候长什么样。见到他啊？哦，直接见面。没有。没有。Let's go。但是我们都很认同。对对。
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？你说的明天是什么？就是明天。每一个明天吧。每一个明天吧，他指的可能是每一个明天。明天录好6，10点钟开录，化妆。真的这么早？不是他的问题没有到那种深的，就是迷失了方向，就是迷失了方向。明天会发生什么？就是明天会发生什么。突然间。我说明天吃什么？这有一个。不是真的。你这个真的是你才浪费。来这有一个啊。明天吃什么？明天吃什么行吗？给他可以。你明天吃什么？怎么你还不知道吗？让你知道呀。你们俩这么务实，我很感动。好，来一博。我想知道人类的起源和结局。哦，好大的题啊！哇哦，这个好。我想过这个，但我没写，因为我觉得太大了。但是就是确实很想知道，因为我每天都看好多那种视频，然后我就是特别想知道人到底是从哪儿出现。迪哥，你有吗？有。人类的起源。刚刚那个我有一个世界末日，跟世界末日有什么关系？就是最后一天嘛。哦，人类结局。人类的结局。可以给他。那我这个算吗？我说1000年后的世界是什么？不一样，也不太一样。1000年没有到结局。对，还1000年很短。好，我了。家里的宠物是怎么想的？哇，好可爱的题。哦，这个好。我不知道。我把他们给我家。我这个算不算？我这个是巧克力还能活多久？哎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他在想什么？他一定不是想自己还能活多久。完全不敢知道。我也想了。我喜欢你这个题，但好像没有。没有。啊。好，我也看瑶瑶的。我这个是在意的人真实的想法和想得到的。哎，我自己在意的人心中的分量，算不算？哦，这个是给他。对，棒。是不是都能归属于读心术一类的？就是想知道他的想法。不是，他其实是不完全是读心，就是想更多想了解我对你投射的感情是不是也得到同样的回馈。就是我很在意的他，我希望他也在意我。然后对你又怕他只是表面上在意你，不是真的在意你。对。你想知道每个人真实的想法，他嘴上说的不听。你做的真好吃，你的菜难吃的要死，心里没有，他不希望因为误会而导致，对，因为对有的时候会是这样。对，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，可能大家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会出于各种原因，然后他会隐藏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，然后就会有一些误会。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一件事情，对方真的很生气，或者是真的很介意，但是可能出于某种情况，他说啊没关系，其实不介意，但是实际上很介意人家。对，然后就是可能双方心里面就都会有一些隔阂，但是其实本来还蛮好的。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。上微博搜索我们的宿舍，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。上微博搜索我们的宿舍熟人局，实时获取节目精彩幕后花絮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